一把公送一把虞姬，我感觉小鱼好像他团战都很受限制。是的，就反而是在自己家有前排的情况之下，小鱼这边的输出环境没有那么好了。第一把是完全没前排的情况之下，他们靠着拉扯灵活度，去打出了自己的输出环境。是的。就来看一下这一局，他们在整体的一个 BP 的优先级上会不会做一些变化？没有换边，秦九估计依旧去搬自己用过的空空儿和盾山。AG 是自己把鲁班大师搬了，不放了。然后苏烈这手看一下要不要处理。苏烈什么系？2个强势点，看他怎么选了。还是搬什么系？苏烈倒是放出来了。两边的公有英雄差，一边是大帅，在去年苏烈保有90%胜率的大帅，一边是 K 甲的苏烈王南风在这个赛季2次苏烈也全胜。没错，先不选择了一手海月，蓝色方赛点局海月，这防了一手 AG 的夺减。没错，冉翔的杨戬。夏洛特。遇事不决，给武将拿下了。然后苏烈先抢了，先把队伍里边相对稳定的两个大哥位先确定。一个带节奏，一个是8月之后团战表现出色的夏洛特。圆坦加司空震，今天吴雪恩的状态很好，直接给他对位拿个优势线。再补一手正面的大前排圆坦，打圆坦好用的英雄。对位就是夏侯惇了，如果是谭野的话，阿古朵也不错，对，能起到消耗圆坦的作用，并且他主要是不怕海月，对，不怕被海月拉。把关键的射手位藏一藏，两边都没选。AG 搬掉了邵思源，那南风这边的英雄还有手张飞。如果是开团比较硬气的话，就是廉颇加张飞这2手还在。AG 把张飞搬了，秦九这边搬掉了伽罗、敖乙，一边搬辅助一边搬射手，搬的这种输出环境相对会比较好的，因为司空震以及海月这种英雄还是挺怕成型的伽罗的。是的，因为他的攻击距离太远。然后艾琳也上班了，拿一个后期射手。中单留作康特位，可以看情况是补控制还是说补一些爆发去消耗圆坦的血量。先有对位的话，吃叉已经用过了，艾琳也没了，纵有风雷骤起于外，超级难破我，万语惊鸿。这样他的游走感觉有点难出啊。但你别说，这套阵容选完孙权之后，这个阵容打到后期成型，真的不需要保了，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点，就全冲，全去封锁小鱼这手仓的输出环境就够了。是的，最后这手廉颇也是相当于秦九他都是一个多突脸的阵容。那 AG 的中单感觉是拿一个可以抢节奏的。为朕独尊，抢线几乎海月他俩5-5开了，如果单独抢的话。对。嬴政阿古朵这一套也是 AG 他自己本身就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玩的一种推进的体系了。那这么一看，开团的压力就全都压在了大帅这里。是的，仅有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开团了，他对位的还是一个比较难开的苏烈，这个廉颇。廉颇碰到苏烈的时候，他可以完全给你脸贴脸。你就算一段开到他，你想连控致死很难，因为右边的这个阵容瞬间的爆发，尤其是在前期是完全不够的。还有就是这一局感觉 AG 它整体的一种推进的节奏会更快一点，它的消耗能力更强嘛，它相当于是3 poke 点，就感觉 AG 的阵容很适合打运营。对，这是一把运营局，在这个打架频率降低的同时，通过自己兵线的优势以及手长的优势，去达到推进的效果，压到对面的状态。是的，秦九这边确实要靠他们的开团跟留人，把这波就直接威胁到跟上把一样，就威胁到小凡跟小鱼这2个位置的环境，他们团战就会好打很多。而且秦九后期真的是很容易直接去切后啊，因为正面 A 这边卡人的只有一手苏烈。他能给到控制，因为其他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控制。
然后在前期的话，基本上孙权这一路就放他自己去玩，他们可以去优先考虑帮司空震，因为司空震他对线上面相对来说比较能出优的。对的。然后海月同样也是一个可以放线去找节奏的中单位置。等他到4级之后，就看一下他4级之后能不能抓到一些机会。我甚至都感觉秦九这把都不用着急，尽管他们的开团主动性更强一些吧，但我觉得他们没必要急，就等核心装备出来，因为他们这个阵容，等孙权有3件套之后，司空震也有一定装备的时候再去打架会非常猛。是的，2大前排，感觉两边前期应该就是一个对着发育的局了这一局。看一下 AG 能不能够顶住压力，因为目前为止的春季赛，他们的2场比赛全部都是打满的。而秦九的话，现在距离他们冲击自己的 S 组只差1步之遥。感觉秦九好像每个赛季都在突破，都在达成一项成就。是的，进入比赛，蓝色方桐乡情久，红色方成都AG超玩会。我是解说雪，我是解说潇洒。这个阵容打到后期，我还会发现一个点，轩辕的夏洛特好像没有什么 C 位可切，孙权也是一个突击型的射手。以草破力，以速制敌。下一个这个开局因为苏烈帮了中，所以下位这个红色应该要没了，但可以打一波廉颇的状态。整体右边的手更长，消耗能力也会更强一点。前期这个阵容感觉 AG 必须得拿优势啊。目前看起来他们是频繁的去往下半图帮，那这样的话，嬴政和阿克杜可以一直往这边转去压你线。想让孙权吃这波线，是的，直接砸大招了，砸的也不错，但这波推回来推到的是手廉颇，廉颇也交了一个闪现往后走，硬是拿到了第一滴血，仓的一波跳射拿下了一血，打得很坚决。就是围绕着小鱼，就这一局你看到小鱼他整体的一个优先级变得高了很多，因为前期秦九这边没伤害。对。下路3级海月还想防守，但苏烈已经有被动了，要卖被动过来击杀海月。就是扛着这个塔，小鱼在旁边 A 2下，再拿一个击杀，2个击杀到手，下路的塔也磨了1半的血量。小鱼这波打完已经1500的经济了，这个节奏提的可以，相当快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已经越来越少见到，现在上了这波要去抓轩辕，有点危险，减速还是走不掉。这一波轩辕理论上是有点不该被抓的，因为他下路是4个人已经全部刚刚在打节奏了，他上路是孤立无援的。如果秦九想换节奏，也只能在上路了。他那个闪现交的一瞬间是刚好被原坦的2技能给顶到了，所以导致了闪现拉不开距离。但现在对于 AG 整体的一个节奏上面来说的话，他们就可以频繁的往下半图转了。就是围绕着仓打开缺口之后一直打推进。是的，我们看一下左侧的组内实时积分，现在秦九位列组内第1名，且赢下来之后是一个4大场连胜，并且小分特别高。下路给的压力好足啊！是的，也正是因为孙权前期太弱了，真没伤害，就算有大招都不一定杀得掉人。而且大帅他的这个苏烈卡的位置都非常的好，所以就使得秦九这边他廉颇没有办法去卡住对面往下转的一个动作。哦，换线了，让海月下来处理兵线了。毕竟法师清线会快一点，但这个塔只剩1/4的血量。是的。4分钟只要AG，看身巅，他有想法，哎，但只有他自己啊。碰到了，顶一下是不好打死的，杀应该是杀不掉的，而且甚至要被反打，大招直接一砸，然后他大招直接回头反做，找到了阿古朵司空震来了，跟他补上了一波伤害，直接把冉翔给击杀掉了。苏烈这波被动没有掉，
哇，又是一波深颠的个人想法，看一下还有没有后续啊？这个位置是想要拿完红，然后直接往后走。红 buff 是被孙权拿到了，但是轩然直接是闪现过去想追，留不住了。那这波其实有点乌龙，因为刚刚那波本来阿古朵是保持一个身位去抽圆坦的，圆坦突然间回头了之后，苏烈助他一臂之力，二技能直接把他顶到了阿古朵脸上，本体脸上，这阿古朵实在是拉不开了，再加上司空震进场。 但主要是这一切的开始都是因为深颠他率先埋在了那个红区的小草。那波角色确实是属于他个人的一个想法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他最近的这种预判是比较频繁出现的。他玩到打野的时候，这把看好秦九的人15，看好 AG 的人11。但这波因为深颠个人的一个想法，相当于是击杀了一波 AG 的节奏带动者阿古朵，我们看本来是追着抽的，但深颠回砸完了不要紧，苏烈这一个顶，就使得贴到了阿古朵的脸上，直接把他给带走了。主要是他上路这样给了压力以后呢，会相对去牵制一下 AG 的人，然后就使得他们推进节奏被断一下。 苏烈这个位置没被动，苏烈被海月拉进去了，然后身后3个人挤进去，但是夏洛特一个人过来卡住了对面的司空震，把他给留下。海月的话出来了以后应该是能杀的，大帅也没了，1换1。但这波倒的是司空震，不过深颠对于这个红 buff 很执着啊，还是想拿，但是他自己是没逞的，但他这个血量也不健康啊。对。 直接先去卡对面的阿古朵，连破加上，但是嬴政的大招直接扫掉了圆坦，而且这个连破也能留，这波感觉拖的有点太久了，太执着于这个红 buff， 本身状态就不好了。对，然后第一时间也没逞的一个前提之下，而且我觉得秦九这段时间他的双边没有那么厉害啊，大团核心装备都没有做出来。一直在追着阿古朵野去打，好像想要利用圆坦这个强势点，加上廉颇这种前排硬度，去把阿古朵野区直接打崩，提速。反而自己家的红被反了，被阿古朵惩掉。主要是小鱼这段时间，他这个经济可是拿的非常多啊，他现在已经4700了。他下路2个击杀，再加上这几波红区的防守拿到了助攻，经济已经领先孙权500块。 这波过后，感觉秦九要冷静一下了。是的，因为两边塔都是 AG 先破掉，他们接下来就可以一直围绕着嬴政、阿古朵去打这种长手的消耗。亡魂不死，复活其中。小鱼这个经济5200，这么发展下去的话，10分钟是非常有希望做出3件套的。而且这个阶段，因为 孙权和司空震的装备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没有人能够对仓形成一定的威胁，你也摸不到。刚刚打架的时候都只有一把电刀。啊，圆坦的位置很刁钻啊。你看到了，那应该就算了。两边都挺需要发育的，只是说 AG 在这段时间他的消耗能力会比秦九要强很多。 仓上也带着一个红，这个中一塔应该是能磨掉。是的。然后再顺势控对面的一个红。这个红 buff 仓要在上路出现的话，我感觉秦九就要打了。那 AG 是退了，人不齐。孙权也可以拿。只剩一击。 小鱼现在就是一心发育，赶紧把自己的破晓憋出来。对，两边都是抢时间，希望在10分钟前能做出3件套。但是现在秦九的阵型会相对比较偏被动一些啊，因为他们的中一塔是已经掉了，他们只能围绕着司空震带线了的半途去卡。 这个局势应该要维持到10分钟。这段时间谁都不好再进谁的野区打架了。小鱼应该是能做出破晓的，他还差个500-600块左右。
离10分钟还有1分钟。然后孙权这边，他因为第3件选择出的是一个黄装，也有机会做出来。 这种大招先扫消耗还不错，苏烈大闪直接拍秒掉了，海月直接蒸发了。哇，这一波大闪控3个，这波大帅开的相当不错，先是行招之剑准确的一个减速，加上嬴政冰杖。哦，那圆塔砸2个，再回顶2个，给了一下甲，但是廉颇大招砸起来，我伤害够吗？硬生生杀掉了这一手嬴政，但是仓的环境很好啊，锋芒毕露到手，然后这边再拉扯了一波拿手2连击破，再躲了一下司空震第一时间的进场，最后让 A 出来的只是大帅的一个被动，秒被彩灯起身。 那这还有一个红 buff， 对于 A 级来讲是有机会反到的，因为对面的关键技能其实都被打得差不多了。阿古朵，哎，最后还是莫冷拿到这个红啊！还以为阿古朵要普攻拿到了，因为他当时成绩应该是刚好。10分钟龙直接开，秦九还有2个人刚刚复活。哎，司空震已经在打了，有点慢，那边龙已经打完了。是的。 这波突然的节奏，确实是让秦九没有想到啊。虽然升跌的元海已经尽力在止损，主要还是 AG 这边在追击的时候，他们的减速加嬴政的消耗给的太足了，嬴政也是有冰杖的。对，打那波之前刚好是有冰杖，然后行招之间减速到了之后，苏烈立刻大闪去拍，再加上嬴政的那个剑，现在还是非常痛的。对。 上路推线过来，廉颇有点脱节，完全扛不住。第3段还没砸起来就被秒了。嬴政的剑雨，大招都放不完整，而且刚刚对面才拿了暗影暴君啊，理论上是要先避一波。那说实话 ，IG 这个阵容推起来会非常厉害。左边确实只能开团。但是现在你看小鱼的站位都是相对安全的一个身位，他现在是全场最高的一个经济。 打这边消耗就行，高地也守不了。对，消耗能力太强了，这套阵容推进本来就是这套阵容的优势。现在秦九面对着这么大的经济差，打团有些费劲了，真需要一波完美的开团。 但他们谁去承担这个角色呢？因为现在海月他就显得有些尴尬了。海月只能看对面站位会不会给机会，或者说直接就拉苏烈，把苏烈拉走。是的。然后看廉颇的开团。看海月这个位置就是把苏烈拉走，拉了一个苏烈，但外面抢地盘有点抢不过，已经开了个大招直接压位置了。对，先躲过嬴政这波大招，司空震侧面进场，侧面开大进场，小鱼直接瞬间交了个闪现，先往后做了一波拉扯，然后这边的话直接挤了过去，大帅这个位置要被打状态了，丝血往后走，但廉颇有点脱节，自己先倒在里面，看一下夏洛特感觉能收割啊。这边司空震边一边往后撤，但是有点对点，不过这个阿普躲自己最后还是被阿普躲的平 A 给收掉，而且侧面的话轩然也是切进去，完成了对于海月的一个击败，最后是团灭了对手 ，AG 一个人都没倒。零换5，中路有兵线可以顺势一搏进来，点掉瞬间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扳平比分，再一次打满了。 AG 在这个赛季的3场比武全部打满，全部都打满了，而且。